爷，总章衙门的主事声称即刻就要提取政务，他们带着上谕，门房拦不住。而且，说，门房通传，总章衙门的新主事是元郎。他回来了，怎么办？只怕他们即刻就要闯进来了。我去通知他们，你找找。嗯。袁主事，好久不见。不算久，3年2月零15天而已。袁主事聪计强制，仰慕敬佩。那是。离京的每一天，我都想着如何能与梁大人重逢。两张圣上英明，终于如愿以偿。恭候袁主事，官复原职。宋金，看茶。秋云姑娘，秦小爷，找到了吗？还没有，东西太多了。快些吧，恐怕我家爷拖不了太久了。好。宋姐，这总章衙门与你们劈柴处是同级，就算握有上谕，也不至于连片刻通融都不肯给吧？二位有所不知，虽说总章衙门和劈柴处同属监察机构，听命宫中，但总章衙门设立在先。自打我家爷接手劈柴处，就事事压过总章衙门一头。3年前，总章衙门的主事元郎因为跟我们抢同一桩案子，被我家爷抓住了错处，参了一本，就被贬官流放了。从那以后，总章衙门便群龙无首，一蹶不振。原来是有过节。如今圣上将元郎召回，恐怕此刻总章衙门上下一心，都憋着气要拿我们的错处呢。不行，再这么吵下去，不知找到何时。这箱子上贴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不管代表什么，姑娘赶紧吧。宋姐，你出去告诉梁爷，他再拖延一盏茶的功夫就好。好，你们快些。秦轩，找贴有数字9的箱子。袁主事，先喝杯茶。不必了，我怕茶里有毒。袁主真会说笑，我梁某就算浑身是胆，也不敢当众屠杀朝廷命官。这3年来，你在京城只手遮天，插拳弄到陷害同僚，你还有什么不敢的？替宫里办事儿，这些风言风语总是难免的，这一点袁主事应该比我更清楚。3年前你栽赃嫁祸于我，可也是风言风语。就案已定论，多说也不易。不知袁主事想如何了结呢？开个玩笑而已。原某些上谕而来，身不由己，还望梁大人即刻交出政务，勿做无谓的拖延。自然。不过我们多年不见，先把这杯茶喝了也不迟。梁大人这是想拖延时间，私藏线索，在暗中查访，好与总章衙门抢功。可惜上意难违。来人，跟我走！谁敢走？元老，我看在你贬官3年的份上，让你几分。你胆敢带人来到劈柴处撒野，你奉旨行事没问题，但你不该摔了我的茶。这里是劈柴处，我劝你3思而后行。宋锦，带袁主事去后院移交政务。袁主事，请吧。哎呀，新仇旧账，我会一笔一笔慢慢跟你算。
万燕楼的押物是按姓氏笔画分别放入木箱，木箱上写有姓氏笔画的总数。找出这一规律，找到邱家的押物就手到擒来。找到就好，也算是没有白辛苦一场。当然，还是多亏了大人为我争得时间。不过，那个总章衙门的主事会因你拖延时间，就向圣上诬告你吗？那也不算是诬告，我的确是有意拖延。你闯进院也是为了查案，国教教徒违法作乱，坏的是天家的颜面。圣上若连这个都想不明白，还要猜忌于你，那真是老糊涂了。秋燕，慎言。我不过是一条圣上用来弹压百官的鞭子，用惯了，固然顺手，但得时常更换，否则日积月累，人便会从鞭子迁怒到鞭子主人。圣上召回元老就想提醒我，能为他遮风挡雨的，不只是我梁毅这一条鞭子。梁兄，你辛苦了。这条路啊，是我自己选的，一路风雨，早已预料，不值得同情。对了，刚才的话，任何地方不要再说第二次，否则劈柴处会第一个拉人。是。时辰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大人告辞。梁兄，今日也多谢你一路舍命护秋妍周全。告辞。梁毅人前威风八面，背后却有说不出的苦楚。2位请调号，我去备车。嗯。你看什么？这手箍做工精巧，远远看去与手镯差不离。想必我家人不会多问，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恨另一只手箍不是戴在我手上。你吃醋啊？也是啊，梁大人身手了得，杀伐果断，其风度气魄也有震人心魂之处。你这话虽是玩笑，我听了却当真。当真什么？当真妒忌。妒忌啊？妒忌那个与你一同出生入死的人，不是我。这样好了，我这左手空着，你若遗憾，你也去吐火罗买一副，跟我一人一半，我也跟你一人佩戴一只。你这一手一只，成何体统？你们男的可以左拥右抱，我们女子便不可以一脚踏两船吗？这话恐怕天底下也只有你才能说得出来。各位，车已备好，请。燕儿，你刚才说我们家有人偷偷摸摸去万燕楼那种地方，这种假银票，满京城只有万燕楼有的卖。眼下只要找到这块玉佩的主人，就知道家中谁偷换了假银票。这是大哥的玉佩。啊，大伯不是在连云山修行吗？过来，转过去。
背我回府。爷，哎呦爷，你这是怎么了爷？啊？夫人，我近日正在研究《养生内经》，这经书有云：日行千步，动静相宜，一步不能多，一步不能少。今天我的步数走完了，再走就会泄了精气。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爷？老太太等着您呢。什么是这么慌慌张张的？还不快给我滚进来！放我下来！儿子邱县给老太太请安。孽障，给我跪下！跟家里说去辟谷清修，背地里却去万宴楼那种阿杂地方，流入家门不说，差点还害死你弟弟。老太太，大爷千错万错，念在母子的情分上，您就饶过他这一回吧。母亲，二弟，这事儿定是个误会。我一清修之人，从不曾下山，更不会去阴阳失调、污秽浑浊之地，那是自毁阳盛。那你的玉佩为何在万宴楼的金库里？这玉佩确实是我的，不过去年回府的时候就丢了，想必是被有心之人捡去了吧。大爷，您说您去年回府丢了东西，那为何不声张呢？这些金啊玉啊的物实，在我眼里都是身外之物。要是查，这府里上下又得折腾一番。我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故而没说。老太太，此事我可以作证。当时，我想告诉徐妈妈，是大爷给拦下了。大太太，你和大爷是夫妻，怎能替他做得了证啊？哎，大爷，您说你不曾下过连云山，可有人能为你作证？这连云观平日里也就3两道人各自修行，如何作证？不过清者自清，我的道心可以为我作证。如果大伯说的属实，那岂不是邱府从上到下所有男丁都有嫌疑？不是，万宴楼一掷千金，邱家的奴才再徇私自肥，也撑不起这样的场面。看来，这拿走玉佩的，必是3叔和4叔其中之一了。二位姑娘怎么就认定大爷说的是实话呢？若是大爷撒谎呢？妹妹们都在呢，父亲给各房写了平安符，特差我来送给2位妹妹，希望2叔一家福气安康。谢大姐姐和大伯的一番心意。往年大姐姐都是差下人送到院里，今年亲自送来，倒是稀奇啊。2妹妹，过去多有误会，得罪了你，我给你赔个不是。大姐姐，你不要这样，你快起来吧。大姐姐，这是从何说起啊？父亲常年在连云山清修，与世无争，还望2妹妹放过我父亲吧。大姐姐，你休要如此，我和2姐姐自然是相信大伯。就算是我们相信，
可眼下大伯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没有去过万艳楼，我们也无能为力。二妹妹，你若不答应，我便不起。大伯既说了清者自清，你又何苦做出这副模样？你爱跪便跪着吧。你还拿着这个做什么？哎，姑娘，这镯子哪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啊？在外面随便买的，倒是俏皮得很。姑娘，下次出府带上我呗，我也想要，好不好嘛？宋锦，你手艺变差了。我这手艺要是好，早转行了，何苦跟着爷爷在这受这罪呢？继续。夫人，说什么呢？宋锦什么变差了？哦，我让他帮我好好整理整理卷宗，他给我弄得一塌糊涂。一儿，你是不是又受伤了？哎，母亲，我没事。哎，母亲，你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就不能找你了。这些天你都没见到一个人影，我一个人在屋里都没人陪我说话。是儿子对不住母亲。哎，一儿，这是什么？洋服，朋友送的。啊，对。你素来不信这个，谁送的？同僚而已。啊。哎呀，母亲，我现在呢还有些公务要处理，等过几天儿子有时间，一定会好好陪陪你，行吗？你也多嫌我，巴不得不回府才好呢。儿子心里只有母亲。夫人早点休息。母亲早点休息。哎，对了，爷，我今早查库房记录，发现金丝手工钥匙当初进了2串，我明日再好好找找，应该能找到那串钥匙。算了，此事不急。你说那丫头回府，查得出家贼吗？秋烟，我觉得这事儿8成悬。秋烟那点小聪明，也就戏弄戏弄秦小爷那榆木脑袋还行。邱府这种大家族，要想从长辈当中找个内贼出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爷，你觉得我说有道理吧？啊？我又说错话了？凉了，换了。说过多少次了，老太太要的桂花香是若有似无一股幽香，这都能熏死蚊子了。换了。是。徐妈妈。老太太还没起呢，等梳洗好了，我再去叫姑娘。我和姐姐早来一步，是有事想问妈妈。好，只要是我知道的。那日询问大伯，徐妈妈也在。依妈妈看，若玉佩真是被人拿去，最有可能是被谁拿走的？府里上下那么多人，虽说有大太太和我日夜管教，但难免也有手脚不干净的人。这2府上，徐妈妈，我问的可不是下人。我哪敢忘了主子的事啊！若假银票一事牵扯到邱家，你我可都没有好日子过了。爷，你就别去了吧。老太太最近心里不痛快，你这样去了，被人捅到老太太那儿，不是正出霉头？哎，难不成2房1日找不出贼来，我就得憋在家里1日啊？
这二房管天管地，还管得了我吃喝放屁呀？寇姨娘，你还不了解咱们家爷的性子吗？他想出去，你就让他去便是了。还是夫人懂吧？爷，哎。二位姑娘，徐妈妈，四爷的确出了门，我一路跟着四爷，亲眼见到四爷去了杨柳街。到了街上，四爷每家店都逛了半刻，七拐八拐的，一不小心就跟丢了。没用的蠢材。是，小的虽然跟丢了四爷，却撞见了另外一件怪事。快说。我回来的时候，正巧看到四太太从角门出了府，没有上车，直直的往城西方向去了。烧饼，大红楼的烧饼。你看，这个是上海日料。楼。青黛，你去打听一下。嗯。老板娘，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身体都挺好，挺好的。来哈。姑娘，我刚跟领班打探过了，说四太太时常过来，也不挑戏，什么戏都看，既不喝彩也不打赏，每次来就坐在这间临街的雅间里喝茶。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来看戏的。这个馄饨摊还真是有点意思，老夫妻穿得破破烂烂的，却舍得把女儿打扮得金尊玉贵，活像个大家小姐。青黛，等四婶走了，咱俩也来吃碗馄饨。明儿，姐姐，可有什么发现？走，进屋说。好。四婶名为出府看戏，实则是去探望馄饨摊主一家，不仅隔窗相望，还派了丫头去给银子。那若是乔亲戚，何必这样遮遮掩掩？正是，这说明四婶与馄饨摊一定有着某种不能为人明说的干系。四婶走后，我与这对老夫妻攀谈了片刻，得知他们与四婶非亲非故，唯一与四婶有联系的是他们女儿的年纪生辰同四婶儿子秋迪是一致的。秋迪是
1年前出省游学，四婶也正是这1年间时常去听戏的。就算他们女儿的生辰跟秋迪的一样，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听母亲说，当年四叔偏宠寇姨娘，险些因无出之名休掉了四婶。我也听说过，四婶后来生了秋迪，老太太喜欢得很，便不许四叔休妻。你是说秋迪是四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假冒真，倒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戏闻。我这也只是推测而已。我已经找清代去寻了当年给四婶接生的婆子，到底如何还要看那婆子怎么说。姑娘，回来了。哎，清代，怎么说？别提了，那婆子已经老糊涂了，问了几遍都说不清楚。后来我提了秋迪的名字，婆子就满嘴说什么四太太放心，秋迪的秘密奴才必定带进坟里。我一听这话，心想也不用再说什么了。哎，等等，你要去哪儿？四婶混淆邱家血脉，欺瞒夫家，是不守妇道之举。如此惊天大事，我当然要告诉老太太。你也知道此事事关重大，若老太太得知，定会大发雷霆，将四婶和四弟赶出家门。不，何止赶出家门，只怕还要进猪笼沉鱼塘。这件事情一定要烂在肚子里。你是让我欺瞒四叔和老太太，那岂不是大不孝？我本是体谅你也想为父母尽一份力，所以不管查访到任何结果都告诉你。那你仔细想想，四婶可曾做错过什么？当年分明是四叔喜新厌旧，想要扶正寇姨娘。若不是四婶险些被休，他又何须欺瞒家人，骨肉分离？但四叔那么做，也是因为四婶膝下无出。若生不出儿子，就是妻子的罪过。那父亲，是不是也该休了母亲？这些律法礼教，本就是为了男人而定。四叔仗着这些便宜，就对四婶苦苦相逼，为所欲为。同是这深宅大院里身不由己的人，我反而倒佩服他自保的勇气跟手段。但当初你要为贺家殉葬，四婶也没有说过半句好话，你现在又何必保他呢？我做事有一还一，他不曾对我好，我也不会对他好。可是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儿，我不会做，你也不许做，听见没有？姐姐吩咐了，我依便是。明儿帮不了姐姐什么忙，只有惹姐姐厌烦，我走便是了。只是今日是3日之期的最后时限，假银票之事，我还望姐姐能有个定论。我方才是不是又凶了？他这回去肯定又得哭鼻子。姑娘还是多操心操心眼下的事儿吧。原想着四太太有蹊跷，可查来查去又不是，眼下线索又断了。敏姑娘说的没有错，今夜一过，明日老太太又要开始发难了，姑娘往后可怎么办啊？谁说这线索断了？我反倒觉得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哎呦，大爷，您在这儿呢，我找您半天了。老太太说让您去到正房，说有事儿要谈。可是假银票一事有了着落。哎，二姑娘说已查出家贼。爷，咱快点吧，老太太还等着呢。莫急，刚用完午膳，疾步而行，容易伤及脾胃。慢慢来啊，莫急。爷，要不我找人背您去？也好。富贵，哎，快，赶紧！
把大爷背上。哎呀，小心点啊！哎，慢点啊，莫急莫急啊。老太太，人齐了。大哥，这才晌午，您就把步数走完了？静也是养，动也是养。儿子秋宪给老太太请安。好吧。燕丫头，老太太、大伯、大妈、叔叔、婶婶，我已经查到家中是谁去了万燕楼偷换了假银票。大伯是无辜的，他没有去过万燕楼。他说没去过就没去过呀。不管怎么样，这玉佩实打实是大方的。我这样说自然是有证据。大伯每年都会亲自写平安符给各房送去，而我发现大伯写平安符用的不是朱砂，而是茜草。茜草不如朱砂鲜艳，原不是画符的首选。于是我问了父亲，才知道，大伯从小便是容易过敏的体质。的确如此，莫说是药材，便是些刺鼻的味道，我也难以忍受。据我所知，万燕楼的熏香不仅气味浓烈，而且里面混有香茅的粉末。像大伯这样的身子，只怕进去不消片刻，便要当场昏厥过去。因此，我断定大伯没有可能去过万燕楼。不是大房，老四你就认了吧。要说啊，四弟生性风流，爱玩一些，一时糊涂也是有的。大嫂，我是爱玩，但我也不是一味胡来的。像拿假银票陷害二哥这种事儿，我邱老四是绝对不会做的。四叔，半年前，你欠了甜水巷里的青银小班上千两银子，偷偷拿了老太太后院里的10来件金银器，去点卖还账，有这事儿吧？你怎么知道的？行了，金银器之事日后再说。秋烟，你说去万燕楼的是老四，可有证据？回老太太，四叔既有前科又有动机，但去万燕楼的并不是他。我派人去了青银小班查访，这1年来，四叔几乎是夜夜点卯，只偶有几日落下。我又问了府里的下人，那几日原是四叔生病在床，并未曾出府，因此四叔是没有去万燕楼的时间。不是我们，也不是四弟，那这玉佩难道是被哪个狂悖逆主的下人捡了去，冒充主子逍遥自在？大妈，在座尚有一人没有洗脱嫌疑。二姑娘，你找不出人也别乱咬啊！何家上下谁不知道你三叔是个正直端方、饱读诗书的人？怎么会去万燕楼那种地方？就是，三哥要是去了那种地方，憋了半天来了句“知乎者也”，还不让人笑出大牙来？我知道，在座的诸位长辈都不相信会是三叔，我一开始也一样这样觉得。但是，在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剩下最不可能的，那就是真相。爸爸，当真是三哥，你挺道貌岸然啊，无稽之谈。哎呦，
三弟，你说话不要老说半句啊。三叔，丙子月甲子日那晚你在哪里？在家。我是跟同僚下棋去了。都过去1个月的事儿了，哪能记得这么清楚啊？三叔不记得，就无法证明他没有去过万艳楼。你好巧一张嘴，严丫头，那我问你，你可有证据证明他去了不成？捉贼捉赃你听过没有？老太太，恕我们不奉陪了。走。三叔，你若今日出了这个门，便没人能保得了你。朝廷要严查假银票一案，所有去过万艳楼的人都要去劈柴处问话。倘若我将此事告诉劈柴处，那时候再找你问话的人就不是我。你个小狼崽子，你是想让你亲叔叔被屈打成招吗？老太太，我看这银票压根就是他们二房的人换的，回头又想拉个兄弟出来做垫背，好替他们填了这个坑。老太太，你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孽障，简直就是一群孽障！儿子确实去过万艳楼。三弟，当真是你？邱老三，你弟妹，你说话怎么也结巴起来了？我人前人后替你辩白，你却猪鼻子里插大葱，你给我长在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二哥，没准啊，三哥弄混了，不是有意的。来，快，起来。三弟，你先把真银票交出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确实有假银票，但我没用假银票换公账里的真银票。当时说有假银票，我回房查，假银票都不见了。我确定是有人偷换了我的假银票。那到底是谁换走你的假银票？我怎么知道？我倒是有个办法。办法是，你快说呀你！母亲，我喝水。万艳楼为了防止买家混淆银票真假，会给买家一瓶药水，此药水无色无味，滴在假银票上，票只会泛蓝。假银票有一味材料跟药水相克，沾到手上会附着半月之久。只要接触过假银票的皮肤，沾上药水也会泛蓝。三叔的意思是，如果还有谁另外接触过假银票，拿药水一试便知。对。那药水在哪里？在我房间靠墙最下面的柜子，我去取。我怕三叔还有什么猫腻，还是劳烦徐妈妈跑一趟吧。是啊。我一人进去就行，你们在这等着，免得七手八脚的说不清楚。是。许妈妈，你不是说最疼我父亲吗？为什么？只有接触过假银票，害怕被药水验出来的人，才会将药水倒掉。徐妈妈
就是那个偷换假银票的人。怎么可能？这徐妈妈跟着老太太几十年了，是老太太一手调教出来的。四叔说的对，徐妈妈是府中的老人，怀疑谁都不应该怀疑到她的头上。你做事情很周密，但有一点你没有隐藏好，那就是你的心态。你急切地希望我怀疑四叔。若玉佩真是被人拿去的，最有可能是被谁拿走的？再也没有别人了，定是不成器的四爷。半年前，他还偷偷地搬过老太太后房里的金银家伙，拿去典当，还他的风流债。排除了四叔之后，你又引导我怀疑四婶。会不会是红哥让四太太把剩下的假银票转移出去啊？你其实一直是我调查以来唯一疏漏的一环。你管家多年，你有足够的便利去调换银票，你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栽赃秋荣。所以在我确定不是四叔之后，我避开了你，单独去找了三叔。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不是你三叔了？对，我早就知道三叔是不可能偷换假银票的。大家都知道，平日里三婶对三叔管教颇严，三房和公账之间的借与还都由三婶来交接，所以三叔是不可能把假银票给三婶去还公账的，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跟三婶解释这笔钱的来历。所以这个假银票呢，只有可能是三叔自己的小金库而已。当然了，三叔也是识大体的，所以才会答应配合我演这场戏。所以这个假银票只有可能放在三叔自己的小金库里。当然了，三叔也是识大体的，所以才会答应配合我演这场戏。不行，绝不可能！你要我当着那么多人面斯文扫地，你这是公报私仇。三叔，你说对了，我就是公报私仇。殉葬的时候，你一心巴望着我去死，如今三叔的把柄好不容易落在我手里，我当然不可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你要怪只能怪你做错的事，让我抓住了尾巴。不管你愿不愿意配合，你去万燕楼的事情我都不会替你瞒着。你的面子怎么都保不住了。三叔，假银票是你带进府里的，就算有人从中偷换了银票，但只要此人找不到，便只能问着三叔。三叔，你读了万卷书，不会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吧？让三叔说出药水一事，为的就是引蛇出洞，让徐娘子自露马脚。至于那个药水嘛，不过是寻常的井水而已。什么？徐妈妈，若万燕楼真有那样的药水，那我又何必拿着一块玉佩苦苦追查？可是事发紧急，你没有时间想太多。你就算怀疑，你也绝对不敢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去赌上这一把。老太太，这是在徐妈妈房里搜出的银票。徐娘子，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没有，听主子发落就是。没有，徐娘子，你我主仆这么多年的情分，你为什么要对邱家做出这样的事情？老太太，你待我好，我心里都记着。只要你一句话，我的命都是你的。可二爷，他害死了我唯一的儿子。他造了孽，他就应当得到报应。至于连累整个邱家，我也顾不了许多人。徐松他，他是咎由自取。呸！当初不是你冤枉他，他
他何至于二十郎当就扔下我去了？哎，不对，你儿子不是意外身亡吗？你们做主子的，说什么便是什么。念在你我主仆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要肯说，我也愿意一听。老太太，都是命，我跟了您一辈子，到最后却做了背离家主的事儿，这都是命。给你机会都不说，好，把他押到后院去，明天一早报官。是。老二，明天一早把银票交到户部去，纳捐的事情告一段落。是，母亲。二爷，这是从徐娘子房间收拾出来的东西。下去吧。是。父亲还是对徐妈妈和徐松的事情放下不下吧。这都是徐松的旧物件，他本可以出人头地的。8年前，我见他刻苦努力、酷爱读书，便想给他一个机会，就托关系，把他举荐到国子监旁听。没曾想，半年之后，国子监的主簿便来告诉我，说那徐松考试舞弊，按规矩应该赶出国子监。而徐松却说，是国子监的同窗联合主簿一起欺负他。可父亲不相信徐松。那国子监的学子个个都是名门之后，不可能众图一词的去诬陷他这个草根小民，没有理由。我为官多年，从不徇私，不可能为了一个下人违背自己的原则。那徐松从国子监出来以后，本以为他会痛改前非，没曾想，他却自甘堕落。父亲，这些书明显是被撕毁过又重新粘起来的。你方才说徐松是个刻苦上进、酷爱读书之人，酷爱读书的人怎舍得将书籍毁坏呢？国子监监生个个都是名门之后，而徐松只是一介下人，在国子监那种地方，无疑是个异类。党同伐异乃是人之天性，徐松越是刻苦优异，他们越是讨厌他。那些人只会认为徐松没有自知之明，
是个妄图靠刻苦读书就想改变出身的狂徒。我大硕朝立国100年，若连郭子健这一些学子都这样拜高踩低，还如何给这朝廷居贤见能啊？父亲从小出身世家大族，一生仕途顺遂，见到的自然只是笑脸。这世上拜高踩低不分门第，只是父亲看不见罢了。然而，还是你细心，竟从一本旧书里推断出徐松当时候的处境。蓉儿无聊的时候最喜欢拿我捉弄取乐，最大的乐趣就是撕我的书。我就是像徐松这样补的。是我疏于家务，燕儿，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告诉我，为父替你做主。都过去了。燕儿，不早了，去休息吧。嗯。你们都下去吧。是。二爷来了，不枉我疼你一场。徐松的事，原本是我错怪了他。二爷，徐妈妈，我愧对徐松，也愧对你。松儿，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到现在才知道？晚了！说10000次，我的松儿也活不过来了。他把你当天大的恩人，把你当菩萨一样供着。可你为什么连他一句解释都不听？他临死前还在问我，为什么你给了他希望？又将他亲手毁灭，你现在说抱歉，我的松儿再也还不回来了。我的松儿也绝不会原谅你。徐妈妈，我来也不是求你原谅的。你恨我，你陷害我，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你不该连累我邱家。明日你就回乡下老家去吧，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邱家人的面前。
二爷，戌时到了，夏天蚊虫命营，那些小丫头给老太太房里熏过香吗？一个，我走了，你们几个一定要照看好老太太啊！你呀，这肩膀上脑袋是白长的。峨眉雪能有开水泡吗？又摔了。许妈妈走了，老太太心里不痛快，搁谁伺候她都挑刺儿。哎，不管了。老太太，是我不会叫的。哎，这丫头以前在徐娘子手上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呢？是。哎，老太太。我最近听家里的下人传出闲言碎语，小人也不能瞒着您。走快！都这时候了，还拿什么太太的范儿？走！老太太，我求求您发慈悲，你就念在狄二与你这么多年祖孙感情上面，你就发一发慈悲吧，我求求您了，老太太，老太太，你还有脸说？我们邱家绝对不能容忍，要么你自行了断，我们邱家还认你这个媳妇儿；要么明天给你一纸休书，自己回家。若不是您，要不是您当年怂恿着您儿子把我给休了，我又何苦做出这种事情来？起初第一条就是无后，你自己生不出儿子，那是你的命。我生不出儿子，您怎么不去问问您那个寻花问柳的宝贝儿子，是他生不出一个带把的来？来人，把他拖出去！是。谁敢？老太婆，你也别太小看人了。我早就想过可能会有这么一天。这些年，我也搜刮了许多你们邱家见不得人的丑事儿。若是您要把我赶尽杀绝，就也别怪我，都给您抖搂出来。哼，可笑！我们邱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儿啊？老太太，这二房的秘密，你也算是厮守了10几年了，怎么这会儿您忘了？若是我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你们邱家就算是满门抄斩，也算是亲的。
秋敏，你可是将四婶的事告诉了老太太？不是我主动讲的，是老太太不知在哪儿又得了消息。你打定主意不说，能把你怎么样？这件事其中的厉害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姐，我也想瞒，可是老太太三言两语一问，我就瞒不住了。三丫头，你记住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都是你的四婶。老太太怎么可能会放了她呀？秋迪是老太太看着长大的，许是老太太念及祖孙之情，不是便好。姑娘，案子都查明白了，还流出来，被家里人知道就惨了。什么时候父亲明令不许我出府才算数？他既忘了说，那就怪不得我。听说最近新出了本鲁公案，案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今天必要把它瞒回去，要不然又要求人抄录了。姑娘，你快看，那有个纸鸢，好漂亮。清代，你在这等我一下。哦，是。梁大人，好巧啊！宋静，你先下去。梁大人，我来。听说你找错邱府内贼了。你是在夸奖我？讽刺。我想也是，梁大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人，怎么会放下身段夸奖别人？我来找梁大人是想问大人，找到打开这手库的新法子了吗？还没有。我这2日在家看这手库，越看越像个镯子，你我各一只，这万一让别人看见，该以为是定情信物，那可就解释不清了。梁大人，你不是还要迎娶我妹妹吗？这要是他误会，秋明整日住在深宅大院，他怎么会看到呢？你是怕秦轩误会吧？我这是为你好。来了。你是来送平儿的？你就当我来喝茶的吧。他被如何判处？流放崖州。现在是最后机会，梁大人，快去跟他说他父亲的真相，不然他会恨你一辈子的。看什么看？快走！曾经有人和我说，如果连恨都不恨了，就彻底认输了。平儿这辈子能活下去，都是因为他的仇恨。就让他继续恨吧。去到崖州这种地方，恨能让他继续好好活着。可是恨有什么用？你不回家，还有别的地方去吗？你说恨没有用，但是我还是会恨的，因为如果恨都不恨了，那就是彻底认输了。姑娘怎么去了趟茶楼回来神思恍惚的？原来她一直都记得。姑娘，你说什么？哎，好了，快去书斋吧。是。老板，姑娘来买书啊？老板，鲁公案可到货了。抱歉，方才来了一个贵客，预定了小店所有的公案奇形画本，鲁公案那套就在其中。那您送出之前能让我看2张吗？就2张，1张也行，1张。姑娘，这公子还在里面等着我打包呢，抱歉了。老板，既然他人在此，可否容我进去恳求叔叔通融一二，
如果他实在不同意，那我也死心了。这个，嗯，行吧。听闻公子购走鲁公案全套，小女子有幸与公子同号，只是来迟了半步，不知公子可否容我借阅片刻？我无意夺人所好，只是既有缘投靠小婢公子，能理解小女苦等更新的心情。容我看个章回名录也行。此举唐突冒昧，只求看在同号的面上与个方便。都说守株待兔，那我这应该叫守株待你。是你，你怎么不吭一声？害我搜肠刮肚，想着求人的词儿。难得听你求我一回，当然想多听一会儿了。本就是为你买的。清代，清代，清代。哎，来了。你这是做什么？亲兄弟要明算账，钱还是要给的。我可是把这书斋里所有的公案话本都买下来了，你这也不够啊。我是有阅历的，我可以攒，我攒多少就在你那儿看多少。这几日我跑遍了京城的书斋，想搜罗尽天下公案话本。我想为你建一座藏书阁，让你在里面待上一整天都不会烦。无功不受禄，这么一份厚礼，我该如何还呀？你还是拿着银子吧。我不要你还，如果你实在要还，不如还我一辈子。你还是担心我在家里做不得主？你放心，之后是科举也好，从军也罢，我定会努力博个功名，让他们再无话可说。若是还不行，大不了我就同家里一刀两断。你父母对我有成见，我是能理解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客死亲夫又被退婚的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吧。反正老太太已经答应我，婚嫁大事由我自己做主，你我之事不必急于一时。我不想看着你跟家里人决裂，我更不想看到你为了我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拿回去看吧。清代，回府。清代，钱还是要给你的。曾经有人和我说，如果连恨都不恨了，就彻底认输了。想他做什么？
我克死了丈夫，我理应为他去死。那我敢问梁大人一句：若男子克妻，又当如何？男人死了妻子，若不赶着血涎，都是无后的大不孝。同样的事情，就因男女有别，结局就大不相同。可凭什么女子就如浮萍般轻贱？我要这套。让我当小厮，又想对我呼来喝去。大人想要重演鹤鸣楼一幕，梁大人请记住，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宋锦，怎么样？梁大人，我好不容易才从鹤峰的棺材里面爬出来，还没活成个人样，我就要死在这口棺材里。我不服！我既然好不容易活下来，我就要过好每一天，我要过得比他们好。我让那些想我死的人好好看看，我这个命啊，比他们想的要金贵。厚颜无耻！参见娘娘。不知娘娘宣城境界，所谓何事？你在工部办差，一向不错，如今又监督修建圣上的仙观，昨日圣上还夸你呢。为朝廷尽忠，是我等臣子的本分。本宫记得你有一个嫡女，名唤秋敏，已过了及笄之年。我在我的生辰宴上见过你庶出的女儿秋嫣，机敏伶俐，本宫很是喜欢。你夫人即使个庶出的女儿，也能调教得那么好，那嫡出的女儿一定会更加出众呢。如今魏远侯梁毅相中你的嫡女秋敏，本宫有意替她做媒，不知道邱大人你意下如何？翠儿，少爷，快去叫人把这些抬下去。是。母亲，这是义儿，今天我去宫里，娘娘特意赏赐下来的。她跟我说，你的婚事啊，她跟邱家已经说定了。母亲，我不是说此事不急吗？这件事，你是在娘娘面前一口应承下来的。你一拖再拖，要拖到何时啊？我是怕仓促完婚耽误别人姑娘。你呀，总有理由。人是你亲自挑的，这东西呢也赏下来了。你再拖下去，不用跟我交差，亲自进宫跟娘娘交差就是了。来人，快点，小心点抬进去啊！是。这叫什么年轻有为？敏儿嫁给他，那就是命如浮萍。他得意的时候艳阳高照，可一时上意难测，风云突变，那风吹雨打的，还不是由着敏儿去？夫人，可这是贵妃娘娘亲自做媒，我如何能拒啊？就算是贵妃娘娘，那也不能强迫别人嫁娶啊。夫人，我实话说了吧。上次假银票的事，就是这魏远侯梁毅一手压下来。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不好。秋敏，今日是你自己的选择，不管未来结果如何，你都要自己担着。怨不到别人身上，更说不着是为了谁。父亲，母亲，我嫁。
爷，这清单我都写好了。这姑娘家无非就是喜欢这些什么胭脂水粉、香囊香球、珠宝首饰。我打算明儿让批差处手下给爷拉2车过来。爷，你就别纠结这个了，我明儿就去批差处，就算把库房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钥匙找出来，解了这劳神子玩意儿。明日一早，替我去邱府，把秋烟姑娘叫出来。叫秋烟姑娘出来。爷，秋烟姑娘到了。宋锦说，大人寻到一名巧匠，可以打开手固。你就那么想打开吗？大人不想吗？这几日大人怕是就要到我家提亲，留着这个不是徒生事端吗？开手固的人呢？开不了。嗯？我找你啊，还有别的事情。跟我来。你带我去哪儿啊？就这。你带我来绸缎庄干嘛？你进去就是了。不说是吧？那我走了。哎，等等。那我母亲让我给秋明挑些礼物，随聘你一块送去。你是她姐姐，你喜欢的，她自然也会喜欢。当真？当真。那你为何不早说啊？你向来就不赞同我和秋明的婚事，把我如防贼一般。我担心我提前和你说了，你不愿意帮我挑。亏了你说了，敏儿所喜之物与我大相径庭。她爱穿这绯色丹红，还喜欢轻薄的面料。从小呢，就喜欢这种花儿朵儿的图案。选上这几呀，大人买的定不会错。小娘子真是眼力不凡呀！这几批都是镇店之宝，江南来的专供，别处绝对买不到。都要了。好嘞。我说你今天倒是爽快。我记得前几日你才说，只要有你这姐姐在，就不会让我得逞。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想要娶秋明，但与你共同办案这几日，我发现你也不是那么糟。我相信你既然决意要娶她，就定会善待她，她也愿意接受你家的提亲。那我这个做姐姐的还有什么好讲？喜欢？喜欢，不过敏儿不喜欢。您里边请，我看一看，上面也有啊。这的款式真多，样子也够华丽啊！欢迎下次光临哈。来，您里边请。好看吗？感觉敏儿会喜欢。再看看。当然试试。我不知道敏儿会不会喜欢，这里的东西我真的说不好。敏儿的珠宝无数，大多戴过几次便不戴了，我真拿不准她到底喜欢什么。
要不还是再看看吧，万一敏儿她不喜欢呢？这里的东西比不得布匹料子。哎呀，这些我都不喜欢。再去别家看看。那咱楼上看看，楼上还有更好的。哎，客官。爷，您要的东西各家店都送过来了，家具摆件我已经让人送家里，让老夫人过目了。哎，这个拿过来，这是给秋烟的，别混在里面。你们都下去吧。是。怎么还有给秋烟姑娘的东西？哦，她之前不是帮我给秋明挑礼物吗？算是谢礼。爷，你变了，你堕落了。爷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劈柴树办案不需要感情，说什么与邱家联姻不过是政事需要，邱敏品貌如何无关紧要。可爷现在又是亲自采买，又是花大血本讨好大姨子的，这举止行为怎么跟秦小爷似的？我现在没有当公事来办吗？不论真心几何，既然我娶了人家，也须得用手段，用心经营，不是吗？筹谋算计来的感情就不是感情了吗？男女之情哪有那么多水到渠成？为什么为了生计，为了报复，汲汲营营就值得被歌颂？到了儿女情长之时，女儿家就要像守株待兔一般，等着上天的恩赐。姐姐，我有些事想问你，随我来吧。姐姐，温远侯府送来的聘礼，除了惯例和娘娘赏的，还有一半专门给我的。我瞧着，样样都合我心意，但我就是奇怪，温远侯府是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的？哦，梁毅他身在劈柴处，自然消息比较灵通啊。那姐姐，你之前和梁大人一起查过案，又有些交往，如今我要出嫁了，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城府极深，心狠手辣，翻脸比翻书还快，做事无所不用其极。但他并不是个坏人。